小时候我们常看的动漫世界有一个很特殊的片头，里面夹带了非常多动漫。你知道这些动漫都是什么吗？第一个猫和老鼠，这个很明显，一眼定真，奠定为猫和老鼠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经典的动画了。世界动画界最高的山，同时也是最长的河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看这个片头里的画面的时候，一直以为是科幻题材的单元，但这个原片是这样的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猫和老鼠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就，这动画是很多人的古典乐启蒙。猫和老鼠有的背景音乐选择了非常多的古典乐，甚至很多是让画面去配合古典乐，搞笑的同时让你把音乐听进去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少古典乐曲子都有那么点耳熟，那很有可能是小时候在猫和老鼠里听到的。猫和老鼠边上是千与千寻，这个一样是辨识度很高的动画，毕竟这个画风确实独树一帜。千与千寻那也是一部顶级作品了，你放眼望去，那么多动画电影，很多都是票房高但是没内涵，纯走内涵的基本上都像精明那样，比如红辣椒、猫汤这种片子，你出去问看过的都说神，但没看过的一抓一大把。千与千寻则完全不一样，你出去问平时不看动画的人也知道这个电影，甚至还对这个片子赞赏有加。而你要说深度，你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网站，搜索千与千寻，各种万字解析予以挖掘，甚至有很多像小时候上学那样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各种动画细节的，随便一个镜头都能分析出来一个3分钟的视频。你能在千与千寻的评论区看到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一部好电影就应该是这样的。小孩子看小孩子，你要是有什么隐喻，那大人也能看到大人世界的暗示。最近有这样成就的，那肯定得是疯狂动物城了。据说这电影几乎是直接戳着鱿鱼的脊梁骨在骂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不是鱿鱼真的感受不到说是。第二个镜头里占据画面最大的是美女与野兽，应该是今天晚上了。我想我是做不到的。迪士尼在1991年出品的动画电影算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了。这片子要包饺子有包饺子，作画那也是神中神。你看这个时间段的欧美动画，是能感受到动画之魂在燃烧的，能动的地方全都在动，绝不含糊，甚至有些不能动的都要给你拟人了动起来。这可是20世纪的产物啊，能有这种放到现在都也能照样达到一大片的质量。我作为一个日漫观众，不得不发自内心的佩服，更不用说作为迪士尼的动画永远都不会缺席的歌舞场面，那更是精细的可怕。不有天值得再回味，情深漫无助。真心疼牛马花师。1991年，阿美还真是那个灯塔的时代，还没有被 DI 荼毒。看看这个时候的迪士尼公主吧，再想想现在的迪士尼公主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怕脏了你们的眼睛。但是啊，我要说但是，小美人鱼那个主演还记得不？我也是后来才看到，人家正常的妆造比拍小美人鱼的时候好看了不止一个等级。就这样，你能给人家拍小美人鱼的妆造做成这个样子，这得是被 DI 霍霍成筛子了吧？我很怀念真的是公主的迪士尼公主啊。但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因为我这种话攻击我，那我只能祝你是迪士尼公主了。下面几个画面都比较糊，后面还会出现，我们放到后面再说。其中好认一点的应该是这个，这个是《圣斗士星矢》OP 里面的画面。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认不出来这是什么，因为动漫世界这个片头到最后放了一段这样的超级大拼图，以至于我对这个印象一直停留在这是个冲击波，而且我肯定没看过，直到我之前做歌曲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，这熟悉的光芒，这不是动漫世界那个片头里的吗？我释怀了。其实这个画面如果有大一点的单独镜头也没那么难认，单纯在片头里单独的画面要么很小，要么一闪而过，唯一留下印象的就只有这个看得人密孔微泛的多图重复拼接。不是对这个画面有深刻记忆的人来看，真不记得是什么东西。我以前还以为是什么瀑布呢，这个是刚才跳过的一个方块，没那么糊了，也能看出来一点内容了。这个也是出自《圣斗士星矢》，也是一个片头曲里的画面，就是那个大家很爱听的地球仪。能
能选出这个画面确实很刁钻了，这个片头的画面闪的也确实快，不是像我这样想做个视频的话，大伙儿也不在乎。但说实话，这个图本来就糊糊的，再缩小一圈，看着这个就像什么东西被一脚踩碎了一样。如果不是我翻《圣斗士星矢》OP1 合集的时候正好看到，还真认不出来。而同样是正好在我看的时候翻到的，还有这个画面，这上面的十字架出自同一个曲子里。不过这是后面出现的，但反正都是圣斗士，就放在一起讲了吧。说真的，就这个画面单拿出来，谁知道你出自哪里？和那个光束画面一样，除非有极深的印象，不然这个图唐突出现，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。清晰一点的还能看看画风，但毕竟是个老片头，本来就糊成一块，看画风都看不了。第3个镜头，这俩都是《千与千寻》，就不再说了。这里占了最大画幅的是《天空之城》。看起来是很喜欢宫崎骏的作品啊。天空之城这片子就是讲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完美的符合现在流行动画的一切要素。故事简单，没有过做高深，结局也很美好。作为商业作品，无疑是一部没有犯错的同时，把一切做到了很好的动画。说起来，我小时候是先听到的天空之城曲子，再看的动画，甚至这个曲子还不是演奏版本，是哼唱版。哼唱版反而听起来比原版更悲凉了，也是蛮神奇的。第4个镜头就是我刚才说的大量重复拼接的，这里有2个动画，除了前面说的圣斗士，还有一个人猿泰山。这一段很怪，你看这个图大的地方，我根本认不出来里面有几个人，但是看远处图小的地方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猿泰山，也是迪士尼的片子，1999年在美国上映。是的，我要发出和迪士尼公主同样的惊叹了，99年，这画面啊，太精良了吧！我小时候吃的都是这种细糠吗？现在来看是真不懂得珍惜啊！凯奇啊凯奇，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这个我有点认不出来，大伙有知道这是什么的吗？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问题就当做互动问题吧。来吧，我的赛博大数据，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画的话，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